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上个单元认识了智慧线的流年测算方法。这种测算方法可以划分出八大丘的位置。我想各位朋友应该对八大丘有些概念了，但或许还会觉得有些模糊的地方。现在我们延续上个单元智慧线的流年测算方法，来更进一步理解八大丘的位置。这对于我们在判断掌线的起始、结束、指向的位置上会准确一些。接下来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确定手掌底部的中心点，在土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地方画一条垂直线下来，在大拇指根部外侧的地方画出一条横线，这条横线与垂直线所交汇的地方就是手掌底部的中心点。确定了中心点，就可画出两个半圆，这时候整个手掌的区块就划分出来了。说起来，这个方式对于测算流年和判断掌线的确切位置的确是非常方便而且有帮助。所以进一步来说，要解释智慧线就必须注意起点和结束点。从智慧线起点与生命线的关联，可以透视人的性格命运。现在知道了这种划分方式，以下就来谈谈头脑线出发和结束点。首先必须跟各位朋友说的是，手相的三大主线是密切关联的，如果只用头脑线来判断，一定会失去客观的判断。例如头脑线与生命线和感情线比较，头脑线来得出大时，这个人必定十分聪明。判断头脑线的长度时，如果延伸到无名指下方超过标准长度，就是属于长头脑线了，表示这个人必定心思细腻、好奇心强，崇尚知识的研究，兴趣属于多方面的，对新式理论的吸收和理解能力以及灵活运用都优于一般人，具有创造性。因为头脑线是支配精神和肉体的枢纽，配合其他两条主线，另外还有手型和掌丘的起伏、手指长度一起做判断，互相做比较才会准确。开头就与生命线接触在一起，表示这个人有一点神经过敏，有慎重的性格，但不是优柔寡断，只要下定了决心就会勇往直前，不为外物所引诱，不达目的绝不休止。在爱情方面也是属于积极的人，如果是女性，具有像男性化的办事能力，可以作为模范的表率。2. 开头与生命线距离1公分，距离越大，表示这个人做事不思考、不计划，是属于行动派，不会考虑后果，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脾气暴躁、胆大且情绪化，凭直觉行事，性情急躁，事情办得越快越好，而且毫无保留，非常有个性。在爱情方面比较没耐心，只求尽力，没有长远的想法。3. 开头与生命线距离5毫米，这是属于头脑比较简单，欠缺慎重，凡事不做计划。不过如果和情人在一起，看到不公平的事，一定会挺身而出，替他打抱不平。4. 开头与生命线很接近，这是属于人缘很好、很受欢迎的人，因为对任何人都能和平相处，在社交上十分活跃，到处受欢迎。另一方面，可以说他有绝对的自信，不会被他人所左右。如果他成为恋爱对象，是可以信任的人。5. 由木星丘中央出现，是表示这个人气宇宏大，是个有实力的企业家。如果是个女性，结婚进入家庭，必能成为一位贤内助，让丈夫无后顾之忧。6. 开头与生命线相接，合并成一条线，表示这个人比较神经质、小心翼翼、懦弱、没自信，在小时候十分害羞。开头距离生命线越近，越缺乏独立性和自信，性格胆小，依赖性较强，做任何事都希望有人陪伴，欠缺冒险精神，很难独当一面。如果想追求这类型女生，就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不可操之过急。用散步、喝茶、看电影、聊天等方式慢慢加深感情。想要得到这类女生的一吻，非得用尽方法不可。这种手相如果是位男生，就比较难成为一家之主。7. 开头由生命线内侧出发，
这种类型的手相也是属于神经质的一种，遇到小事就会惊慌失措，对事情的想法大都属于负面，并且会做最坏的打算，常为同事和朋友取笑的对象。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当作没听见，自己早有定见，所以也奈何不了他。8. 开头由生命线内侧出发，朝向第一火星丘，表示这个人感觉十分敏锐，不过因为太过谨慎，显得胆小，尽管头脑聪明，也无法发挥实力。9. 在火星平原单独出现，这种类型的手相是少见的，大部分见于先天智能欠缺的人。如果和这类型的人谈恋爱，好像是在对牛弹琴，很难获得回应，一切都是白费力气。10. 开头一小段空白与生命线稍微分开，是头脑聪慧、思维灵敏的象征。如果这个人长线较直，则代表天生优越；如果较为弯曲，城府较深，为人狡诈奸巧；如果长线曲折，表示性情不好，脾气差，办事容易作茧自缚。11. 头脑线开头贯穿感情线，与感情线结合，表示身边有很多良师益友，可嫁好丈夫或取得贤惠妻子，另一半对自己有很大的助力。不过对另外一半不要强求，凡事顺其自然，用强求的方式反而会损坏好运。有这种掌纹的人头脑聪明，重视权势名利，如果顺势而为，权力名利财富皆可得，强求反而是一场空。好朋友，边学边看自己的手相，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在下个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智慧线末端位置的意义和头脑线跟财运的关系。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我们下次见。最后，感谢你的观赏，敬请订阅我的频道，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喜欢这部影片，请按喜欢、分享、订阅频道。拜拜。